关注最新资讯，把握经济脉搏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小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本期主要内容：从3月28日上海浦东开始进入封闭状态至今，已经过去1个多月。这样的情形下，上海的房产中介颗粒无收，急需用钱的卖房人也无法套现。央行上海总部表示，因疫情影响个人房贷还款，鼓励金融机构应严尽严，小阳春失约。业界认为会在疫情过后出现报复性消费，促进楼市升温。中介叫卖彭于晏同款豪宅引发热议。突如其来的疫情生生打没了上海楼市金3银4的小阳春。3月份上海二手房成交量 1.28 万套，不及1月份，基本与春节2月份持平，同比去年下跌约70%。这段时间，上海人民因为疫情轮番上热搜，吃不上菜，网上各种谩骂的声音就都出来了，都在感叹没想到上海这么脆弱。自从上海全民居家以来，定居上海的明星们火了，尤其是居住在长宁区的彭于晏，陆续因为被拍到排队做核酸、与志愿者合影、社交平台晒物资等成为城中话题。不少网友打趣赚钱的新动力是去买房和彭于晏做邻居。近期，一套华丽家族古北花园的房源频频出现在上海房产中介的朋友圈中。房源信息的第一条就是与彭于晏做邻居。从房产中介发布的信息来看，这套房子价值不菲，建筑面积201平方米。4月7日更新的挂牌价为3030万元，折合约15.07万元1平方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该房源挂牌已久，并且在彭于晏火爆全网之后，这套房源的价格也水涨船高。同一套房源，3月11日的报价为2390万元，4月初上调至2750万元，再到目前的3030万元，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前后差价高达640万元。除了明星同款豪宅，房产中介们还借着上海居民在家种菜的噱头，大肆推销赠送庭院的二手别墅、带露台豪宅。此次疫情让大户型及别墅房源成为抢手货。近几日线上咨询大户型房源的咨询量有所增长。有中介表示，我有一位客户疫情前正在看房，原本计划买一套大平层，现在考虑增加预算购置一套联排别墅或者别墅，而且提出要求需要带庭院可以种菜，地理位置稍远一些也不介意。不过业界指出，4月至今上海楼市都处于停滞状态，楼市短期不具备恢复的条件，即便恢复，市场心理可能还会存在波动，从而对购房行为造成影响。如其所言，疫情的确改变了部分购房者的想法。有人期盼着楼市恢复正常，尽快完成买房大计；也有人认为此时此刻手握现金远比做房奴更有安全感。有网友表示，之前像打了鸡血一样，满脑子都是在上海买房，在上海落户，现在觉得老家的房子也没有什么不好，价格低，还贷压力小，最重要的是有现金才能抵抗风险。疫情之下，楼市停摆，不好过的不仅是中介，很多购房者和房东压力也很大。对于购房者来说，是收入下降或者失去工作的风险；对房东来说，则是急需用钱却无法套现的痛苦。在上海买房的人群中，各行各业的中小老板是很大的一个群体。疫情让很多行业受到影响，不少中小企业主线金流接近崩溃，不得已卖房卖车给企业续命。春节过后，上海楼市努力想要抓住小阳春。为此，上海市房产交易中心在2月中旬便公布了春节后的第一批集中入市楼盘名单，包含33个项目，总建筑面积约129万平方米，共计11812套房源。这些房源都会在2月和3月陆续入市。充足的供应量是成交的基石。3月每周的供应量都在30万平方米以上，理论上如果全部能兑现的话，至少可以有90万平方米进账，这会是一个不错的数字。从3月初的表现来看，上海楼市还算争气，首周保持了稳定的成交，成交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。直到3月中旬，疫情来袭，许多楼盘不得不叫停看房，部分原计划在3月下旬开盘的楼盘一一宣布暂停认购。为了拉动销售，也有不少楼盘尝试利用线上渠道促进销售。例如，有多个楼盘打出足不出户线上看房、360度 VR 实景看房的宣传语，还有楼盘推出 VR 看房专享套特价房源，表示只要通过线上购房，
可享受万元优惠。不过，万般招数仍难扭转局势。3月中下旬以来，上海楼市按下暂停键。受此影响，整个3月上海的成交套数和成交面积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。其中，3月成交套数为4926套，环比下降33%，同比下降45%，成交金额362亿，环比下降27%，同比下降33%。二手房成交面临着同样的遭遇。据数据显示，3月上海共成交二手房1.3万套，环比增长1%，同比下降67%。业界表示，对于近期上海楼市交易数据出现波动，并不感到意外。在他看来，疫情打乱了正常节奏，看房遇到困难，无论是开发商、房产中介，还是购房者都变得十分被动，购房事宜只能暂时搁置，并且这样的状态还在持续。据数据显示，4月4日至4月10日，上海各区交易数据不同程度下滑，甚至有多个区出现零成交，新增供应同样为零。如此一来，该周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环比减少74.6%，近1.8万平方米。在去年上海楼市受到三价取低重创后，上海的中介们一直期盼着今年3、4月份市场的回暖，好趁机大干一场，多赚一点。结果疫情来了，对楼市来讲，这是短时间内比三价取低更大的黑天鹅。几乎所有的中介成交都惨不忍睹，没有接单就意味着没有业绩，工资就会很差。中介是一个28原则很严重的行业，20%的人拿着80%的工资。疫情来了，原本赚钱的人不赚钱了，原本就不赚钱的人则已经开始负收入了。2022年4月12日，上海发布关于优化调整临港新片区人才住房政策操作口径的通知，缩短了人才购房和优先选房人在临港的工作年限，从之前的1年缩短为3个月或6个月。虽然这个利好太小，但这是一个开端，不排除接下来临港、5大新城甚至全上海都会有一些政策放松。毕竟这次疫情严重拖累了上海经济。2021年上海 GDP 是4.32万亿。这次疫情从3月初开始，5月份能彻底清零就是非常成功的。那么也就是相当于近1个季度的 GDP 1万亿会受到影响。这还不算因为上海封城导致的国内外海运、金融、国际贸易的直接影响。此外，5月8日，上海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。针对个人纾困方面的支持政策，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党委委员、总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于文健在会上表示，已明确要求对于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、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和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，因疫情影响未能及时还款的逾期信贷业务，不作为逾期记录报送。对于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个人，依调整后的还款安排报送征信记录，已经报送的，按征信纠错程序予以调整。同时，针对受疫情影响个人房贷还款困难等急难愁盼问题，指导金融机构迅速回应市场关切，鼓励应延尽延，推出延期还款、调整还款计划等措施，缓解客户还款压力。还鼓励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出租车司机、网店店主、货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的信贷支持。下一步，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将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，继续加强与市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，主动呼应金融机构和市场主体合理诉求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信贷政策工具，切实帮助受困市场主体克服困难、恢复发展，全力保障上海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。在目前确诊人数及无症状感染数字无明显拐点的现状之下，何时出关仍是一个未知数。但是有2点是可以确定：首先，解封之后势必将迎来新房入市高峰，包括2022年第2批次的未开尽开，已经等不及了的第3批次，坊间预测届时将有70以上个新盘同时入市，此举或导致部分区域同期竞争激烈，楼市热度整体短暂下滑。其次，站在购房者立场，之前对于新房的矛盾心态，一方面明知新房买到就是赚到，另一方面看到自己的积分不够高，在政审方面全面劣势，也不奢望命运过分眷顾到一摇即中，这种想买但又不抱希望的心理，有望在后续的跨批次集中投喂中获益。毕竟房企的现金流压力更大，
所以对于低积分刚需购房者而言，这无疑为一个重大利好。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，欢迎订阅并分享，我们下期见。